灵媒揭开真相，武朦胧临终前的最后讯息。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一夜，灵媒雨明静静地坐在昏暗的房间中，窗外的风几乎听不见，烛光微微跳动，影子在墙上摇曳。他闭着眼，进入冥想状态，呼吸缓慢而平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撕裂般的声音突然从意识深处传来：我愿以我的鲜血唤醒所有人。那声音嘶哑、绝望，却带着让人心悸的坚定。雨明浑身一震，冷汗顺着背脊流下。那不是普通灵体的低语，而像一个活着的人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用尽全力在呼喊。几天后，当他在新闻上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武朦胧，他的心猛地一沉。那声音就是他，那句话不是诗，而是血与泪刻下的控诉。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讯息。雨明不认识他，他不是追星族，也不关心娱乐新闻，只是个普通的灵媒。可那天，他在网络上偶然刷到一张模糊的照片，忽然感到耳鸣、胸闷，眼前一片模糊。他看见闪烁的灯光，听到嘈杂的笑声，还有一个年轻男人在哭。那哭声压抑、无助、撕心裂肺。帮我告诉他们，真相被掩盖了。雨明愣住了，那不是幻觉，而是一场跨越生死的呼唤。他颤抖着拿起笔，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，生怕漏掉任何信息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中，但他隐隐感觉到，这是一场必须完成的使命。在第一次通灵的画面里，他看见武朦胧坐在窗边，神情疲惫。手机屏幕亮着，一个名字不断闪烁。那是他熟悉却害怕的人。他接起电话，声音低沉：我今晚不方便去。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回答：不来？那你就别混了。短短一句话，像一把钉子，狠狠敲进他的心里。那不是邀请，而是威胁。那一刻，他沉默了。他知道自己正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向深渊。窗外霓虹闪烁，他的脸却失去了血色。那晚，他去了。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。灯光耀眼，笑声此起彼伏，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气味。看似热闹非凡的聚会，却暗藏着冰冷的陷阱。有人递酒，有人搭话，还有人假装友好地拍着他的肩膀。可那一切都带着某种隐秘的恶意。喝吧，大家都在看你。他被逼着笑，被逼着迎合，被逼着屈辱的表演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人，只是一个供人消遣的玩物。当掌声响起的瞬间，他的尊严已经被撕碎。那夜的笑声是最残忍的刑具。在角落里，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他最信任的朋友。他用尽力气投去求救的目光，希望那个人能带他离开。可那人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冷声说：认命吧，谁让你得罪了人？这一句话比任何暴力都更致命。那一刻，他彻底明白，背叛不总是来自敌人，而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。他低下头，笑了笑，笑声里带着绝望。有时候，冷漠比刀更锋利。雨明在通灵中看见那一夜的全部画面。酒杯碎裂，灯光闪烁，叫喊声、辱骂声交织成一场噩梦。他被推搡，被灼烧，被逼迫屈服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一条听话的狗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叫，只是低声呢喃：为什么？暴行不仅摧毁了他的身体，更碾碎了他的灵魂。那不是一场偶然的冲突，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。在灵界的讯息中，他揭露了令人发指的事实。那是一场赌局。有人在赌他会不会屈服，有人赌他能否忍住不哭，有人赌他能不能活着离开。这些人把人命当成娱乐，把痛苦当作笑料。他们笑着举杯，庆祝一场人性的坍塌。他们笑得那么大声，可笑声里全是血。雨明握紧了拳，他第一次感到灵魂都在颤抖。那不是灵异故事，而是赤裸的人性黑洞。不是所有人都动手，但每个人都在笑。有人说，别多管闲事，圈里都这样。有人装作没看见，继续喝酒聊天。
他们的笑声是纵容恶的声音，他们的沉默是助纣为虐的刀。宇明在记录时，手在抖。他忽然明白，现实中许多悲剧的根源，并不是恶人太多，而是好人太懦弱。如果所有人都选择装聋作哑，那么真相永远不会被看见。他记得那一夜的最后画面，有人将他拖走，有人冷笑道：烧了吧，干净。火焰升起，空气被扭曲，那不是净化，而是毁灭。身体被焚烧，证据被抹去，真相也被掩埋。他看着自己的形体化为灰烬，却听见那些人笑着举杯。结束了。不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第二次谋杀。火焰吞噬了他的存在，却烧不尽他留下的愤怒。宇明多次听见那哭声。夜里3点，他从梦中惊醒，房间里似乎回荡着那句低语：他们还在笑。那声音带着绝望的冷意。他哭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那些被恐惧操控的人。宇明心中一阵刺痛，他知道那不是怨灵的咒怨，而是正义被践踏的悲鸣。那一刻，他决定不再只是倾听，而是要让世界听见他的声音。他们说那是献祭。当宇明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，全身发抖。他不敢相信，现代社会仍存在如此邪恶的仪式。他告诉他，那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，换取名利与权势。他们称那为资源交换，实际上是赤裸的献祭。我成了他们通往成功的祭品。宇明泪流满面。他明白，那些笑容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毁掉的灵魂。他在灵界反复提到一个名字：母亲。我没能让他看到我平安的样子。他能忍受痛，能忍受屈辱，却无法忍受对母亲的亏欠。在最后的时刻，他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那个含辛茹苦养大的女人。告诉她，我对不起她。宇明哭了。他感受到那份深到骨髓的爱与遗憾。原来，即便死去，他仍然是那个想让母亲骄傲的孩子。他告诉宇明，他不再求复仇。他们的结局，我已经看见。那些人会被恐惧缠绕，会被噩梦吞噬。他们的笑声终将化为哭声，他们的伪装终会崩塌。人心的恶终会自己偿还。那不是诅咒，而是规律。作恶的人也许能躲过法律，却逃不过良知的审判。宇明沉默良久，终于理解，真正的报应从来不在外界，而在人的心里。在最后的通灵中，他的声音不再愤怒，而是沉稳。不要再冷漠，不要再沉默，不要让笑声淹没哭声。每一个敢发声的人都是光，每一个拒绝纵容的人都是希望。社会或许不会立刻改变，但当有人开始清醒，黑暗就会被撕开。他希望这场悲剧能成为所有人的警钟，让真相不再被埋葬，让沉默不再成为共犯。凌晨3点，宇明最后一次与他对话。那声音平静了许多，像一阵风，又像一滴泪。我走了，不是为了消失，而是为了让真相留下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，如果有一天，人们因为我而反思，那我就没有白死。那是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。宇明听着，泪流满面。那声音渐渐远去，却在他心里永远回荡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也许你对灵媒、通灵这些事心存怀疑，但请你暂时放下成见。这不仅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一场觉醒。当权力掩盖真相，当冷漠取代善意，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身边的人。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你可以质疑，可以愤怒，可以反思，但请不要沉默。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束光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订阅并关注，让更多人听见那些被掩埋的声音。让我们一起用真相与良知，去守护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。谢谢观看。